对手彻底被火箭打自闭了，不仅半个小时1分未得，而且简单中台还不敢出杆。好在90秒的长考过后，他还是决定拼了，直接歪出2里地。更倒霉的是母球还直接摔袋。不过现在粉黑被锁死，红球更是乱出了天际。强如火箭也被难得直戳牙花，但他的神奇就在于遇强则强。仅仅5分钟的时间，一个乱局就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开局第一步，先来处理黑球右侧这2颗红球。只要黑球复位右侧线路通畅，那火箭就能真正的开始抽丝剥茧。7，好球！篮球预留的角度非常舒服，这就为他后面天马行空的想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来看看球员和艺术家的区别。正常情况，这颗红球都会衔接篮球过渡，但是火箭偏偏舍一球难，一杆无可挑剔的精准控球直接叫黑。都知道希金斯是公认的控球大师，但是火箭的思路和执行力绝对让所有人望尘莫及。如此高效凶猛的入局速度，全世界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接下来就是拆局第2步，彻底扫清黑球左侧的障碍，再次利用篮球过渡，又是一个完美的落点。接下来的几杆也全都是细节，真变态！需要红球较直，母球就能立马分毫不差的实现，而下一杆的黑球仍然需要直球，这样就可以彻底打通黑球两边的通道。现在黑球已经彻底开放，简单红球也只剩这最后一颗。那接下来的 K 球表演，火箭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42。篮球流出 K 球的角度，这颗红球需要 K 正。很可惜 K 的太薄，这也是火箭本局第一杆失控。但是好在右侧还有一颗大角度中，控球出现意外的时候，就需要准度强行续命。准就一个字。正常情况下是这么校位，但是火箭的选择是这个，就因为要确保留出角度向上去 K 球，这也是火箭每次 K 球好看的原因。简直就是艺术！将近50岁的年纪，这状态真的太无敌了！打进这颗红球就能完成超分。64。乔伊斯只能继续喝水，现在已经没有简单红球。来看看火箭这足以封神的一杆，彻底杀疯了。其实 K 球是斯诺克中最不可控的操作，但是只有火箭能让极不稳定的 K 球完全可控。漂亮，这下红球完全带开了。几分钟前还让人头皮发麻的乱局，现在已经舒服多了。不过难题还没有结束，想要完成15颗球的全清台，至少还有这3关要务。78。79。这已经算是架杆的极限了，个子矮一点恐怕还真够不上。完全没有问题，看看接下来的2个难题，火箭要怎么秀95。打进黑球完全破口，最后一颗红球也顺利打进。火箭处理乱局就像如履平地，仿佛丝毫不会减慢他的出杆时间。最后的黑教皇只有右侧底袋可以进攻，母球需要3库大绕台。绝了！母球贴库居然还能发力去打，重点是绿球还完美到位。火箭这种突然超神的状态真的是无解。不知道接下来的世锦赛，火老头能否继续创造神话？单赛季大满贯的壮举，大家觉得有可能实现吗？
190. 124. 130. 这绝对是只有火箭才敢去想的奇葩走位。母球不仅要通过咖啡球的界里，而且还要2次精准避开黄球。更让人疯狂的是锦赛首轮的第一局，他居然直接想用147开张。漂亮，一个坚决的长台私蹬直接叫飞。要知道这完全不带防守意义，只要一旦失误，那就是直接给对手喂狗。才一套红黑下赌，导播就急不可耐地给出147提示。要知道此时球形并不明朗，虽然红球看起来比较分散，但其实全都互相牵制，而且最上方这颗还需要绕台较远。赛事组绝对给到火箭200%的无条件信任，因为只有眼前这个男人，谁都不知道他的极限在哪里。16。这是2015年世锦赛首轮。看着开局就火力全开的火箭，老油条斯泰德曼满脸问号，心想咱也没有杀父之仇，怎么杆杆都往心窝上走？其实最终原因也很好理解，因为自从2010年世台联取消满分杆奖金，火箭也彻底失去打147的追求。虽然今年的满分杆只有3万英镑的奖励，但面对肯做出让步的世台联，火箭当然要象征性的表示肯定。32. 33. 球形已经越来越难，而这一杆母球的落点就更难受。进攻右侧抵带红球，不仅要面对一个后斯诺考验，而且势必就会把这颗红球贴苦。这样下去，局面就会越来越难。我们看下火箭是怎么拆解难题的。One an all black assault. 现在不仅多了一颗半贴库红球，而且粉球形成的后斯诺比上一杆更影响使用杆法。也就是说，火箭下一杆不仅要保证高精确的准度，而且只能用力度来控制母球落位去衔接红球，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Oh, what a good shot that is. 绝了！精准打进黑球的同时，利用红球界停再一次简化局面。也许其他球员都是在计算如何赢下比赛，但是火箭的脑子里永远是想着如何清台。不过现在难题还没结束，还要继续强行纠错。Use the natural angle. 彻底杀疯了！不仅极限准度抬手对，而且母球几乎擦着红球而过，这细腻到厘米级的控球，关键是他还打得如此轻松。台球在火箭手中真的变成了一门艺术。 It's not affecting the position. 6. And of course, one in the ball, Ken. 57. Would have been. This is well possible as that. Welcome to the big time. 64. 65. 打进黑球完成超分，现在台面至少还有3颗难度红球，即便是打到现在，这都完全不像147球形。也不知道火老师的脑回路是怎么运转，开局就敢直奔满分杆而来。 So the frame safe. 10 reds. This is the 10th black. 真细腻，利用粉球界停，依然是红球手摆位。现在147成败的关键，就看接下来的 K 球效果如何。不过也正是因为 K 球存在无法预估的变数，同时大大增加了斯诺克的观赏性。81. It's unbelievable. Apparently, it's £20,000 for a maximum break, Ronnie. Is that enough? 20. 88. I've seen it always having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feree. 差之毫厘的偏差，没能 K 到最下方的红球。不过好在最上方的这颗还能衔接，但是需要借助咖啡球的2次撞击，并且精准的避开黄球，又是一杆视觉拉满的极限表演。Back on the black. 这就是火箭，但凡脑子能想到，手上就总有办法实现。这个台球为他而生的美，真的一直在带给我们极致的视觉胜利。And I'm sure
Craig's enjoying this. 很可惜，运气确实有点太烂了。这杆虽然成功带出了库边红球，但是现在2颗都不好进攻，更不要说还要继续衔接黑球。看看真的还有奇迹出现吗？ 17th century of the tournament. 随着现场的集体惊呼，虽然很遗憾的只完成了13条进攻，但这样让人大饱眼福的表演，绝对已经值回票价。这是火箭最不想打的比赛，明明只是用裤裆擦了一下球杆，不仅要被女神冤枉在耍流氓，而且面对塔布的一击警告，甚至赛后还有可能会被罚款。火箭的委屈此时全部写在脸上，真是万万没想到，原来在你心里我是这个形象，那就只能把这一腔怒火全部发泄在这个乱局之上。这是2013年世锦赛，满桌散落的红球不是贴补，就是互相牵制，而且6颗彩球就有5颗不在点位。但是天才就是天才，1年养猪的休赛期，不仅状态没有丝毫下滑，而且刚一回归就先从世界第一手里抢下大师赛冠军，紧接着世锦赛也是轻松夺冠，如此前无古人的壮举，除了火箭，就只能是奥沙利文。绝了！中低杆的右塞，母球带着强烈的旋转，完美校位黑球。这个局面也只有将黑球复活，才能有继续为球上分的可能。注意看火箭在擦拭球杆，而他这样的动作后面还有很多次，也许是现场太过潮湿，也可能是太久没有比赛。总之这次被自己的女神冤枉，火箭确实心都碎了。Blue to play after the next shot. Let's see where he positions the cue ball. You could play a little cannon into play. 真的是不服不行，看似轻描淡写的一杆打红叫篮，母球一个毫米级的精准落位，中间这个互相牵制的球堆也就瞬间豁然开朗。火箭处理乱局的思路真的是无人可及。It's amazing. Just that little nudge of the red has opened the frame up completely now. 45 ahead. Should secure the opening frame from here. Started.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已经是第4次摆弄球杆了。好在世台联最后并没有罚款，不然本来就缺钱才回来比赛的火箭，一不开心就真的不玩了。而休息区的小特就更加无辜，作为自己从小到大的偶像，他自然比谁都更加清楚，受委屈的火箭火力全开会有多么恐怖。Yeah, changed his step after his first round match. He wasn't happy with it. Time for his second round. Stan Carter. Frame safe. 49. 50. 好球，完美解决2颗贴库红球，现场观众也是彻底。Looks as if he's going to carry on as he did against Stuart Bingham. He looked in fine form. 视觉效果直接拉满，但是球运实在有点欠缺，剩下的2颗红球都难度不小。看看火箭还有没有继续清台的欲望。很可惜，打丢了难度很大的中锋。很多球迷都说这是因为火箭心里有数，只想赶紧打完比赛然后回家。兄弟们，你们觉得呢？ He's made a break of 65 and he takes the opening frame.